Hello， 大家好，我是 ET。今天我们来开漆黑福特与纯白闪焰，期待已久，繁中版终于上市了，我们终于可以看着卡图好好的把大家名字都念出来了。毕竟这次合众地区有156只宝可梦，到底要怎么样把他们名字都背起来啊？大家比较不熟啦，毕竟当初动画版在动画圈子里面被称为黑历史，超级愿望嘛，Best Wishes。会被称为黑历史，是因为它 BW 翻成 Best Wish 吗？是可能是其一，另外一个是在动画版里面，小智他到合众地区一开始直接打出新人训练家，蛮多人不能接受的。而且他在最后挑战联盟赛的时候，人家少带1只，而且是忘记带，只有5只打小智的6只，然后小智还输。他的对手是被描写成有点天然呆的那种，到会场发现我忘记带宝可梦那种感觉。他是不是遇到小杰？那是因为小杰太强了，难怪小智会输。那也是没有办法。曾经是我空手而来，但是我一拳就把你轰飞这样。好，那我先来看我们的漆黑福特，先把杰克鲁姆 FAR 开出来啊。这次他这个卡是放在后面但他这次有放宝可梦在上面没错。对，这次他的问卷把1x的宝可梦都有放上去，所以蛮多版本的。我们第一个开到的是胖嘟嘟，所以而且有缘啊。我们的卡盒是抢朋友的啊。没错，大家开场看到很多手，对不对？那些都是被我们搜刮而来的朋友的手。好，我们就来帮大家一起开好卡咯。首先第一包，哇，是我们的龙头地鼠 EX， 你喜欢的宝可梦？帅啊！来，这边是龙头地鼠 EX， 这次好像龙头地鼠在构筑赛里面也是可以用的宝可梦，就是它用风妖精先做填能的动作，然后用龙头地鼠来打人。那它第一招贯通钻2斗，是对手身上放置伤害值15的一只备战宝可梦也受到60点的伤害。那前面打60，后面也穿60，这一招也是蛮厉害的。对于打小怪来说，一阶进化270血。因为他在构筑赛，大家比较直观可以想到的牌型，应该都会是杰克罗姆加马马满的电属性宝可梦为主的牌型。那使用龙头地鼠的话，因为有克数的关系，就比较容易取得优势。至少在录影当天，日本那边统计出来，比较容易取得3胜的牌型里面，龙头地鼠是其中一套啊。原来它也在里面。好，第2包哦，球闪的小灰怪。之前我看到在日本那边是有一些人在讨论，这种小龟怪的第一招，它有没有可能在一些控制类型的牌组里面可以发挥一些奇效？它可以移动场上宝可梦附加的能量，比如说它可能可以把多龙巴鲁托 EX 的新中天能量移给含羞包啊，或是都把它的超能都移走，让它永远不能使用多龙的260去做进攻啊，好狠哦！留在含羞包身上来呕死本来打人就不需要用能量的，像打多龙啊，或者一些可能能量比较稀缺的牌型，应该就会蛮害怕这种干扰方式。是，我现在开到了我们这一盒的第2个 RR， 我们看这边应该就能够知道这是哪一只宝可梦了。我们来看看，杰克罗姆，没错，就是我们的杰克罗姆 EX， 厉害哦！我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准备打构筑赛了，第一次已经抽到了。你还差4套马马满。好，没事没事，这在后面了。我们把它 AR 全部开出来。那这次杰克罗姆 EX 也是担任电牌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强力打手。那他第2招2电1无电爆发，增加对手已经获得的奖赏卡张数乘以50点的伤害。那它本身是130。再加这个乘以50点的伤害，所以如果对手已经拿2奖的话，就是打230；对手已经拿5奖的话，就是打5525，250加130等于280。如果小时候就有学宝可梦的话，我现在数学是顶呱呱。那你现在是要多打一点吗？把你的数学学好。那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再打个10年吗？好，这边是双斧战龙。他的第2招斧击冲撞，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哦。也许在开放赛的时候，雷西多拉格 V-Star 会用的招式机之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斧战龙的第2招，1斗1刚1无色。若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为基础宝可梦的话，则将那只宝可梦昏厥。直接昏厥，也不管你是多少血，直接昏厥。你是轰鸣月 EX， 他不用损血。对啊，还不用残血，很强啊，而且还是1奖怪，虽然它是2阶进化啦。现在看起来就很像是可能龙柱学的，也许未来某一天龙柱的招式机就可以用它，只是要先有开放赛。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等之后开放赛的时候，也许就有双斧战龙的表现机会。我刚刚好像开到一张保底咯。好，亮亮的边，各位朋友请注意，是 SR 还是 SA 啊？啊，这个我看不出来我不好说。龙头地鼠，我希望它
跟我一起喊杰克罗姆有这么难吗？你那张嘴有毒哎！等一下要看一个雷吉洛克，我跟你讲，吓死了。前面有一张 AR， 我们先看一下，是几何雪花。几何雪花后面看到了吧？那亮亮的边，美洛野塔吗？啊，是哎，美洛野塔 EX 它这一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特性啊，就是出道演出是你在先攻玩家的初始回合也可以使出招式，所以你可以打一拳30。对。如果在正规比赛里面的话，这一拳就可以把含羞包打死。还有皮宝宝。对，各种宝宝形态的宝可梦就可以一拳收掉，但如果不是就偏没用。它有机会搭配中毒体系啦，就是加中毒加毒码数，那伤害可以到30加40，再加中毒的伤害，还有场地，对，就是有机会直接先攻弄出100的伤害啊。美洛野塔 EX， 现在现场的朋友们安心了一半，安心一半，因为这个开的不是他们的。哎，你们不能这样啊！美洛野塔搞不好很多人想要喽。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包搬运小将。嗨，搬运小将，这次我也有想讲的事情。我觉得他是怪力的老板，因为他们都是出力以外，这一次搬运小将的第2招一斗2无，他有一个招式就叫做怪力。这个招式名字就叫怪力啊，这样怪力，因为你看他本来就是一个建筑师傅嘛，然后他进化上去后再开始盖房子，然后怪力是什么？搬家公司啊，他不是有一张豪利的全图是在那边搬家，他们就都是劳工兄弟啊。对，斗系的劳工兄弟，好有道理哦。下一张实用的牌，麻麻蛮特性电器发电机，在自己回合的时候可以使用一次，从弃牌区选择一张基本的电能量卡，赋予备战的宝可梦身上。这就是这一次构筑赛相当重要的一张电特填的手段，而且它还不限你的宝可梦的属性，所以你可以填给非电牌的宝可梦。没错。我们后面是铁骨土人，劳工兄弟，谢谢老吴，谢谢。一套的来了。修建老将，劳工兄弟啊，劳工兄弟真的是跟着一起来耶，怎么回事？但比较强力的修建老将应该还是之前那个有异常状态不用能量的那只，那只也可以打比较大伤害。这是真正的劳工兄弟哦。哦，这只就是来帮忙的啦，差不多娃娃哦，球伞。劳工兄弟又来喽！要组劳工牌组了啦。我今天没有计划，让一天去工地上班。好，这边是我们的修建老将球伞，谢谢。好，你说我们有一个计划想拍什么？搞工地打牌计划。去工地，然后搬砖吗？对，去搬砖，一日搬砖。我已经可怜到有频道都还没有开启会员，大家先去搬砖这样。然后挑战各行各业的宝可梦训练家。好，工地训练家可能就是拿修建老将出来跟你。那我就可以扮成修建老将，拿一块木头在那边这样。好，你要。然后频道初期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其实有想过一个计划，让 ET 去打摔跤，但是被否决了。啊？为什么要否决？谁？对，我看起来像适合的样子吗？我没能当上女子摔跤选手，但我成了铁人三项选手。谢谢蓝洋铁人三项半马的，谢谢大家，很酷。黑瑶来了，好像不是很讨喜耶，草系的，是我们的群儿小姐。其实这张图蛮好看的耶，招式没有到很强，就是图片好看。在花丛中有很多的百合跟娃娃围着它。电飞鼠其实构筑赛应该也是有点。电飞鼠可以直接做铺场。对，它的第1招，一个无色能量可以使用呼朋引伴，从自己的牌库里面选择最多2只基础的宝可梦放在备战区，并且重启牌库。但是需要开招式就听起来比较差一点。可是构筑赛里面也没有巢穴球，也没有好友保分，所以好像也只能用这个方法教。构筑赛就蛮强的，标准赛可能轮不到他。好，AR 无属性，无属性在草地上一阶进化。咕咕哥，真的是最后一只 AR 的位置就是咕咕哥。好啦，看到他们在那个蓝天白云的前面玩得很开心的样子。好，老吴，祝你在日本玩得开心。好，这边有一张宝可梦道具气球，那它是放在宝可梦身上的话呢，可以减少2个撤退的费用。构筑赛也是需要它，你很需要它的帮忙。好，再来，
哇哦，败露。败露球菇，这其实是蛮值得收藏的一张牌，因为败露球菇它本身外形很独特嘛，它头上就顶着一个精灵球造型的菇头。好，恭喜！哪里怪怪？哦头，用词要注意我讲哦。话是很标准的，你们不要想歪啊。但这只宝可梦在 VGC 里面其实是蛮强的宝可梦啊，因为它是高耐久种族质的，所以在 VGC 的对打里面，蛮多人会使用这只宝可梦。那请问在卡牌里面，蛮多人会使用这张牌吗？它的古代种可能比较多人熟悉哦，猛二菇应该大家比较多人喜欢让人中毒的，难怪它招式可能跟这个中毒也有点关系哦。它第一招一个无属性能量险恶回应，若对手的战斗宝可梦处于特殊状态的话，可以增加120点的伤害，所以可以打150，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像，跟它的古代型有一点点呼应到。啊，这边有张啊，好，腾腾蛇。蟾蜍、石居蟹，有点龙龙的，龙的水，有点像盖盖虫。应该是双斧战龙吧？双斧战龙的 AR， 这张很帅耶，而且它还涂红色指甲油，非常的高级。双斧战龙怎么样？双斧战龙是喜欢的吗？不熟，不熟，觉得帅。对啊，有点帅，蛮帅的，这真的蛮帅的。下一包保底。哦。来喽！哪一种？我觉得是 SR。来吧。OK， 我们来看一下哦。龙头敌书，保底是谁呢？盖诺赛克特！果然喊一喊真的有用，把盖诺赛克特喊出来了。哇，第一张看到的盖诺赛克特 EX 的 SR， 是喜欢这只宝可梦还是想玩这套牌？感觉未来有用哦，感觉未来有用。现在有投资的部分，好紧张哦，紧张到脸都快歪了。看那个卡盒是紧张，好像更紧张一点了，因为开的不好，真的是看得蛮开心。哎，下次征求观众的卡盒。好，希望观众会借我们。AR 燃烧虫，不错哦，很好看哎，有一个在火山旁边烈日的样子。来，加油！来，这边请帮我整理一下。酷哦，我们这是什么开奖模式？要这位同学十分满意。我们现在是在见习之后的那个大傻逼计划。我们随机抽到的是我们的 M 同学的。M 同学，开一张全黑的吧。好，开一张全黑的 BWR 是不是 ？AR， 我有看到一些云哦。有闪电吗？来，我们第一张 AR 是雷电鱼。强辣，神辣。卡图是帅的吧？可以啊，卡图是帅的。希望你不要收集到3张。AR 2阶水晶灯火灵，这张好好看哦。这一张卡会想到什么？美女与野兽，就是他们在餐桌上面吃饭的时候，那些家具不是都有灵魂吗？这张有那种感觉哦。水晶灯火灵好帅哦，很赞。很多其他的创作者也都蛮想看到这张的样。这张也很好看的，这真的很好看。再来一个保底来了啊！好紧张哦，好紧张哦！准备好了，朋友们。你们要说是的，船长啊！是的，船长。自己 Q。那我们来看后面的保底是君主蛇，君主蛇也长得很棒。它其实纹路还不错它纹路是这样螺旋烟火的这种花纹的感觉，赞！谢谢船长。不客气。哇，我们跟球菇很有缘呢。哎呀，又是你啊，球菇！看到这边就知道又有好康要分享给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开日版的漆黑福特与纯白闪焰，我想要的 AR 都没有开到，所以我买了这2盒要来上诉。这一次我使用的是日本专业代购平台 Buy， 上面除了可以购买到日版的宝可梦卡牌、卡盒，还有一些绝版的商品哦。无论是 J Direct Items Auction、Zozo Town 还是日本乐天等商城，只要动动手指就能下单购买到喜欢的日本商品哦。除此之外，Buy全站都有中文界面，操作既简单又直觉，还提供包裹加固、保险服务，不怕买来的卡牌压坏，也不怕寄丢哦。现在只要扫一扫我们左下角的 QR code， 或是打开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的连结，加入会员完成注册，就可以获得2000元的购物优惠券。哇，真是太好康了！还在等什么？赶快跟我一起去Buy挖宝吧！
下一盒是我的，我自己的啊，自己开自己的。我当然就水它，但是不在这里面。我想想看哦，这一盒里面我应该最想要的是蟾蜍王 AR， 你那么喜欢蟾蜍王？其实对于 SAR 是哪一只指定的宝可梦，并没有很有想法，但我就是觉得 SAR 的作图都比较细腻，所以我希望可以开到任何一个宝可梦的 SAR 都开心。来吧，希望这里有神包。临近能量的球伞哎，能量球伞哎，不错哦，很赞，这蛮好的，真的蛮好的。我开到 AR 了，各位，我自己的 AR 是哪一张呢？蟾蜍王哦，哇丫头，秃鹰丫头是怎样？好啦，但它蛮可爱的，它就是屁股上还带着半颗蛋，对着那个峡谷在那里眺望。他在准备练习飞翔，代表我随时也要准备起飞啦，各位！准备起飞喽！什么时候会起飞？你不要一直讲这种丧气话，我们现在就要起飞了。AR 这个卡图什么？很熟悉的 AR， 罗丁地鼠，嘿嘿。这个画风是什么？儿童画风这样。哈哈，是我啦的画风。下一包保底，来了来了吗？大紧张，有点紧张啊。先看属性啊，猜猜是什么宝可梦啊？属性吗？超梅洛耶塔。大 boss 又是你，美洛耶塔啊！怎么也夹带私货？就跟你说，劳工兄弟来了。劳工兄弟跟 idol 一起出来啊！他帮他铺舞台的，对啊，idol 要表演，劳工兄弟搭舞台啊！谢喽。美洛耶塔，你自己挑的跟老吴一样的，老吴也是一对劳工兄弟啊，保底也是美洛耶塔，是吧？哦，自己拿2盒一模一样，笑死！有，搞不好美洛耶塔以后它这个特性是大家都会想要的，不否认，开完哦，不否认啊，搞不好爆配在里面哦。咦，是那个蓝怎么有点像海龟啊？就是海龟啦！我这一盒里面的宝可梦都不可爱耶。魔化石宝可梦，哎呦，我的天哪，要发疯乐了！谷海龟，特性全能硬壳，这只宝可梦不会受到对手身上附有特殊能量卡的宝可梦招式伤害与效果影响。好，我们最后一盒的漆黑福特要来了，期待吗？我们场外朋友不骑不带啊，不骑不带不受伤害。没错。我原本还想说，为了要开这个黑白龙，你看我衣服也是穿的黑白相间的衣服，那我为了要跳脱出这个黑白龙的特别，我还去染了一头红发。我原本要大展宏图，没有抽到特别的，因为你没有唱 K 啊。别墅里面唱 K， 水池里面银龙鱼。我越来越期待纯白闪焰，早知道刚才应该先开白的，让自己士气提升。才刚说没有抽到重复的就来，秃头小鸭又来了。AR 来吧，怎么好像又是重复的哦，似曾相识？怎么像燃烧虫的样子呢？那你很会抽啊，不可能吧！我们重复率有这么高？有没可能你就是现在开重复的，等一下就会 SAR 在你这？我们是敬请期待啊！蛮有机会的哦。那这边再补一包神包，然后6张都不是重复的，那也不错哦。保底来了，我感觉是2阶，君主蛇，有可能。君主蛇 SAR，换了嘛？终于开到 SAR 了！那前面 AR 重复都不重要，都不重要，没错不重要。球伞还是气球，不错哦。赚了嘛？赚了吧？你这怎么回事？突然一张直接凹回来耶！Oh 这边 my god！推荐旧城区，请老板挑盒。来，这边是君主蛇的 SAR， 给大家看一下哦，非常非常好看，整个画面非常细致。还是我拿错，其实这盒是我的。那是不可能。我们的第一盒纯白闪焰，可以同学站起来的，来袭啦我！大紧张站起来喽！君主蛇赐予我们力量，大家都不敢讲话了。但这张的高版本志愿者非常精彩啊，不是豆子就是滑稽演员。哎呦，好，终极2选1来咯！大家好害怕哦。别怕，别怕，不要太紧张，朋友们。AR 斗戏，打击鬼啊！
地蛮岩。哦，酷哦！这是那时候日版出来的时候，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名字。没想到 AR 第一张就是开到它，好的开局啊！大家不要气馁，好不好？那我们先把它开出来，后面就不会看到它了。破破袋，哭哭面具，呼呼，滑稽演员来喽！球闪的滑稽演员这么快，但是滑稽演员这张卡图我觉得蛮特别，是后面有一个大皮卡丘，有点像宝可梦乐园的感觉。这张牌还不错啦，如果是以半图来说的话，是值得收藏的。那我们的滑稽演员效果是双方将手牌重洗，然后自己掷一次硬币。如果是正面的话，自己抽出5张，对手抽出3张；若是反面的话，则自己抽出3张，对手抽出5张，所以有可能会帮到对手的一张牌。我们后面开到的是索罗亚克的 R 卡，这次索罗亚克的图面是一样，非常帅气。第二招3个无色诈欺是可以选择一个对手战斗宝可梦持有的招式作为这个招式使用，还不错。对啊，你用老大把对方强力打手抓出来，然后学他的招式，蛮厉害的。这边构筑赛也蛮多人投入索罗亚克的。而且它是可以用燃火能量的哦，因为它是进化宝可梦。后面是演武王，演武王也是莱西拉姆这边特填法的重要一张牌。那它的特性烈火乱舞，在自己回合的时候可以不限次数，从自己的手牌中选择一张基本的火能量卡赋予自己的宝可梦身上，而它还可以填战斗场所以它不限一定要是备战宝可梦。不错，演武王厉害哦。保底。哦。紧张了，怎么每次喊完就来？先球闪，球闪是我们的双刃丸，错，帅帅的。后面是我们的保底，是爆炸头水鸟。好，我们开到了爆炸头水牛的 SR。OK， 后面有豆子啊，豆子，后面有个豆子，豆子还比较开心，是吗？这个可能还比这个好吗？那是肯定的。好的，支援者豆子这一弹非常重要的一位支援者，他是从自己的牌库里面可以选择一张进化宝可梦与能量，然后在对手看过以后加入手牌并重启牌库，还不限是基础能量，也可以用特殊能量。哇，双倍多多冰，这张AR好看哦，不错。第二招，一个水，2个无，双重冰冻，掷2次硬币，造成正面次数乘以90点的伤害。只要出现1次正面，就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麻痹。它是带特殊效果的攻击牌耶，你不能撤退，就只能够用支援者或是物品卡让它下来。没错，这个双倍多多冰 AR 值得收藏。这边是新的物品卡道具拆除器，选择最多2张双方场上的宝可梦道具，将其丢弃。自从放逐吸尘器消失以后，可以拆身上宝可梦道具的，这是第1张对，当然它其实是复刻，以前有出过金卡的版本啊，所以这张是以前就有出过的效果。有出过啊。莱西拉姆，第1张莱西拉姆来了。莱西拉姆这次的话，第2招火爆发也是2火1无，增加对手已经获得的奖赏卡张数乘以50点伤害，然后选择一张这只宝可梦身上的能量，将其丢弃。现在比较直观，要直接搭配，应该都是直接配演武王。那在构筑赛因为没有糖果，进化上就比较辛苦一点。演武王进化上可能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这包里面有一张还不错的 AR， 是我们的演武王。怎么了？你们刚才那个反应是怎样？没有喜欢演武王 AR 吗？没错啊，演武王很好的，因为他这次是蛮重要的一个填能角色，所以演武王 AR 算好的。这个大缺点就是它是4费车，标准赛有大气球了啊，构筑赛我会再想一下。好，没关系，你想一下演武王的 AR。后面我们开到了这一次的新的宝可梦道具是猛攻手镯，附有这张卡的宝可梦拥有规则的宝可梦除外，所使用的招式对对手的 EX 宝可梦增加30点伤害，会用到吗？火爆兽是肯定用得到。火爆兽那就是打280加30 310加比克提尼刚好320啊，增加10点伤害。对，后面还有一张厉害的牌是我们的燃火能量，只要这张能量卡附在宝可梦身上的话，在自己回合结束的时候就会被丢弃。那它视为一个无色能量，但如果你是附在进化宝可梦身上，视为3颗无色能量。对于一些能量需求比较高的宝可梦是很有用的一张牌。
风妖精这次也是负责一个非常重要的填能的效果。一草能量之力，从自己牌库里面选择3张基本能量卡，以任意方式附在自己的宝可梦身上，并且重启牌库。在水系基础的 RR， 我觉得是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凯路迪欧，对，AR 凯迪拉克是一台车，在这里啊，凯迪拉克。好。滚滚蝙蝠的 AR， 那这张 AR 它像是在一个迷之森林的感觉，旁边有很多晶体的水晶，也是蛮好看的一张 AR 卡图。RR 有点红红的，有点蓝蓝的，不是三手恶龙，红红的啊，确实是红红的、蓝蓝的，我也没讲错。特性贪婪时刻。若对手的基础宝可梦因为这只宝可梦使用的招式伤害而昏厥的时候，则可多获得一张奖赏卡。这其实是蛮厉害的招式，因为他们说会搭一些光碟，用那个火的那一招暗中奇袭或火场一爆。虽然构筑赛里面可能无法体现出它的强大，但是你在开放环境里面，这是一套可以玩的牌。AR 龙系赤面龙。赤面龙 AR 这张超好看的哦，开到了，终于可以跟大家分享了。这张的卡图很特别，是它前面像是洞窟这边的石头蜿蜒下来，然后它站在一个比较高处的石头上，感受日光洒在脸上的感觉，所以它现在正在行光合作用，超好看的这张卡图。欧起来了，欧起来了，而且保底还没出，我们的保底要来了吗？来了耶！ Let's go， 看起来像 SAR 呢。哦，看起来像 SAR。好，我怎么不觉得呢？是怪，至少不是小丑。是君主蛇是不是？对，风妖精，哇！啊！过往的回忆又回来啦，怎么跟我们开的日版越来越像了？日版开风妖精跟那个梅洛耶塔。爆炸头水牛跟风妖精，对啦，2个爆炸头。那你们知道还有谁是爆炸头吗？豆子算不算爆炸头？豆子也是爆炸头。好，哦，野蛮鲈鱼的 AR， 这一包的 AR 都开得非常的有个性哦，又是野蛮鲈鱼，又是齿轮怪跟敏捷虫，赞。好啦，我们先来综合一下气氛，我们来开一盒老吴的吧。好，来他了。让我看看，爆香猴。爆香猴的 AR， 我没想到爆香猴他们还有 AR 爆香眼3只都有吗？都有。神猫没有。保底。我觉得像 SAR。笑了吗？我觉得像 SAR。好，来喽。是我啦！滑稽演员，哈哈，是我啦！我又来喽！我以前是杂技社的，我就是小丑。这边是小约克的 AR， 这张卡也是很漂亮，它咬着一个帽子，超可爱的。小约克的原型应该就是约克夏，很可爱。好的，我们的下一盒就是我自己本人的。来喽！开自己的总是特别精，看自己的开的好就好。准备喽 BWR， 来喽！有一张 AR， 斑斑马是有点不起眼啊，但是这样看的话是蛮可爱的。它在水里面照镜子的感觉，以几率来说，这包应该是 SAR 以上吧。越来越接近10。SAR， 我觉得是 SAR， 我没看，我还没看，来哦，人物吧。豆子，不是豆子就是小丑。你开这样 ，Oh my god！ 你跟老吴一起买老吴开那样。终于可以了，上诉了吧？太棒了！你成功了，太好了，老吴没有。最痛苦的是那个不在场的老吴。莱西拉姆的 SAR 太好了，终于开到了，好感人哦！它是在火中盘旋的感觉。你这一盒应该是我们的高光时刻。后面还有，马上要来迎接我们的最后一盒纯白闪焰。那这一盒一样是我们的压轴利友先生的，我们就来看看老板帮他选的盒是不是真的出奇迹 ，BWR 是不是藏在这里面？保底
它的颜色怎么样？我觉得是 SAR， 哦，这个边有点像 SAR。好，来咯。好扯！ Oh my god！ 来，帮我拿过来。我的天哪！双莱西拉姆哎，太扯了！太厉害了！哎，这真的很厉害耶！你知道更厉害是什么吗？6一黑一白都开到 SAR。哇！哎，请老板挑的，请老板挑。哎，请老板这边挑。推荐以后买盒请老板挑。 Oh my god！ 哎，楼下有热炒店啊，我们去楼下吃，有点饿哎。而且你们知道吗？第一包就有这个，所以后面有什么有可能有爆配。没错。好，来，我们趁着这股气，我们把它放在前面，走起，为我们招财。然后就来，对，哇哦，那我只能说你真的是酷爆啦！酷喽，酷爆来喽！酷就是好事。酷爆这张趴在树上小气的样子，后面还有豆豆哥这张卡赞。我们好像都是尾盘压的比较好哎，拉尾盘真的是拉尾盘。AR， 哇哦，是铁椅呢。其实还不错哎，这个绘图风格是它在一个巢穴里面，然后它们有很多蚂蚁的窝，这边是储存粮食的，那这边是放一些木材的，旁边也是另外一区。它把一个组织性的蚂蚁的生活的感觉都画出来了。现在有 SAR 器哦，刚刚前面那些器已经过了，3手2龙。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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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爆配了啊！爆配了，真的爆配了，轻飘飘，好赞！胖嘟嘟，哇，你拉！我的天哪，一组哎，一组又出来了，哎，他已经要准备出发了。多多冰也不错，多多冰还不错，没有重复。这张多多冰的 AR 也是很好看，它旁边有一个迷你冰，他们两个在这边吐这个冰烟的感觉。最后一包，哦，球伞的单手龙开完了，那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漆黑福特与纯白闪焰开到的所有卡片。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大家的 SR 保底位都开得还不错，也都是一些实用的宝可梦。尤其我们这一次在10盒里面开到了3张 SAR， 最后一盒居然还爆配了。那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最终胜者利友先生发表一下他的得奖感言。就觉得这次我运气算还不错，主要是直接请那个卡店的老板帮我挑，借一下人家的运，帮我直接抽了这么好的东西，等下是好好感谢卡店的老板。哇，成功了，成功了！再次恭喜你！也不知道正在看我们影片大家这一单开怎么样呢？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卡图，也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诉我哦。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我是ET，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